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4.2版本上半卡池的抽取建议。不过相信各位不用我多说也知道应该怎么抽取了。但是考虑到个别玩家还在犹豫，按照惯例带来角色武器的简评，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史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，或者转发给我，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4.2上半新角色水神弗琳娜，老角色复刻白族白大夫，4星新角色夏洛蒂以老角色克莱北斗。至于武器卡池嘛，各自专武。各位觉得总体卡池质量如何？良心吗？哎呀，那可太良心了。不过抛开武器池不说，确实良心。先从4星角色起吧。北斗作为开服角色，北斗总体强度还是在线的，主要作为一个可脱手的雷系副 C 角色，主 C 也行，要求要更高。在2命的情况下，有了较为不错的对群能力，所以一般情况很多视频都会推荐2命起步开始培养吧。在目前版本，北斗可以作为草行酒第4人队伍的副 C 看打断角色使用，只要不是面对雷系的敌人，草行酒、北斗、破冰使徒等元素都是很快的。作为主 C 需要不错的手法来弹防，打出高额伤害，这角色属于高命才好用的情况来培养的哦。而克莱作为深渊第4层通关获取角色，对萌新入手的种门玩家非常的不错，可以过度使用。挂草虽然不错，但是范围有限，到了后期总体下来就不太好用了。萌新的种门缺点克莱、草主、行秋加阿忍，阿忍如果没有没关系，好像听说在下棒有复刻这个阿忍。新角色夏洛蒂，这个角色属于比较有意思啦，战绩类似草神，可以拍照持续对敌人造成伤害，不过伤害并不高吧。他大招释放一个领域，队伍持续治疗以及造成持续伤害。天赋则是非常奇妙啊，队伍有枫丹角色可以给夏洛蒂提高治疗加成。纺织则是冰伤，主要目前还不知道夏洛蒂的倍率如何。如果倍率还不错，可以作为一个脱手副 C 角色来使用，而且属于法器角色的。等上线测测看看能不能带讨龙惊破辅助队友啊。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功能， 4.2 版本活动可以获取一个变焦镜头道具，可以在战斗中拍照了。战地几则属实了，不过我比较好奇战斗中拍照会不会受到伤害，这个是个问题吧。然后说说弗琳娜，上一视频也聊过了，这视频还简单的说一说吧。先把弗琳娜的技能概括一下，战技是一个荒芒2个形态的技能，荒形态召唤3个动物进行输出，烧队伍的生命值，烧一半就停下来了，生命值越高，动物伤害越高了。蛮则是可以治疗的一个动物，重击切换形态。而大招则是给队伍增伤用的，会随着生命值发生变动提高增伤，非常简单，就是生命值你满的时候再治疗都是没用的，你需要烧血为主的嘛。所以战技的烧血伤动物很重要，和大招很关联性很大。然后这水神机制就是说离不开治疗这东西了，你一边烧血一边治疗嘛，要的效果就是让你血条蹦迪了，就可以比较容易吃盲增伤。虽然弗琳娜她自身有治疗效果，但是不能做到两边兼顾啊。队伍最好有一个治疗角色，需要治疗快的角色。如果是纳维配对，那就不要星海了，水太多了。考虑到泛用性治疗，那么首选是白族了。刚好不巧的是上半就是白族和弗琳娜的，不知道策划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？白族战绩奶量很高，而且是全队治疗的，法器角色可以带惊破，治疗量更高，而且自身还有点增伤能力。水神除了风筝角色，老体系肯定也是很万金油的。队伍当中只要用到弗琳娜1到2种功能就可以加入这个队伍了，到时候也会上线测试一下老队伍的一个提升大不大啊。抽取方面肯定是优先水神的，在原石足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拿一只白族，但白族也不是很必要了，毕竟奶妈还是不少的，选择很多。接下来聊一聊武器卡池方面的，有点神有点毒。你说神马绿华2把怎么说？你说毒马水神专武以及质量很高的4星武器，先说4星武器现状吧。第一把绝弦是很多输出和副 C 使用的一个把武器了，夜郎公子、皇女、温迪均可使用，强度在线。祭礼剑我觉得这把武器玩到官服都好用，战绩可以刷新 CD 的，适合战绩 CD 残的角色，比如行秋可以说是专武了。望夜对体验上也是非常不错啊，不过这把武器你需要高精炼，如果只有精1的情况下是不如精1的西风好用的。毕竟一旦你不触发，你精1情况下40%概率30秒 CD， 你一把战斗就几次啊，能触发几次？至于其他单火剑角色也可以使用，不过考虑到用的少就不说了。祭礼书这个适合草神砂糖，给白族2次 E 治疗效果还算可以，总体泛用性还算不错啊。灭尘这把也是给胡桃比较好用的啦，当然给种门雷神也算可以。至于中剑，一如既往的吃灰了。
然后来看看水神庄武，进水流勇之辉，更觉得是原神中目前最好看的一把武器了。考虑到卡池总体质量，我是应该不会抽的，你们应该懂。主词条488爆伤以及542的白值和弱水同一档的，水神大概率是不吃攻击力或者不怎么吃攻击力的。特效吃满后是24的战绩增伤和28的生命值上限，数值总体给的很慷慨了。但是考虑到水神如果没有高命情况下，庄武带的提升而舍弃了大招增伤的充能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庄武更多是配合1、2命作用会更大一点，具体如何表现得看看这把武器0命水神表现如何啦，再进行考虑抽取。而另外一把被许多玩家称为不灭绿华，主词条生命值的特效可以给自己回复能量以及最多12%元素伤害，后台可触发。说实话，这把武器方向性还不如4星精魄好用呢。锻造好获取，容易满精炼，老萌新玩到现在应该都满了吧，还能给全队回血。你要是问我绿华还能给谁用，你给我吧，装备上我不嫌弃的。Nice。总体下来，角色卡池水神先拿一只，再根据他的伤害情况考虑抽庄武。但是武器卡池很毒啊，平民玩家还是不推荐入手的。你要觉得可以当赌狗，大可一试。我只能祝你好运不歪啦。这题上榜总体还是比较良心的。良心到只抽水神就可以了的卡池，省钱非常的好。庄武等下次复刻再抽吧，很快的。听说 4.6 版本那为水神复刻，不过各位听听就好啊，不一定。那么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点赞转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。那么我是两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